最近这2天呢，美股连续2天大跌，市值蒸发了1万亿美元，纳指创了4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，恐慌指数 VIX 飙升到20.41，黄金单日涨了2%，突破了3400美元。不少关注美股的朋友开始慌了，问我苏老师，美股怎么了？这个回调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还能涨吗？其实呢，这次美股市场下跌的导火索，主要就是美国刚刚公布的一组就业数据，非农就业的大幅修正。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呢，美国5月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从最初的14.4万人大幅下修到只有1.9万人，6月份的数字呢，从14.7万下调到了1.4万，这2个月呢，合计减少了25.8万人。与此同时呢，7月份美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有7.3万人，是过去1年当中的最低的一个月，比市场预期呢低了整整40%以上。而失业率也飙升到了4.2%，创下了近阶段的新高。那我们知道，美国的非农数据是每个月初先公布一个初值，过1-2个月呢，再根据采样情况进行修正。但像这次这样连续大幅下调，而且是正值经济平稳期出现的，确实非常罕见，也严重动摇了市场对美国就业依然强劲的信心。很简单，因为在投资者的眼中如果就业强，那就意味着有工作的人多，消费能力就强，经济就有韧性。如果就业下滑，特别是修正之后特别打脸，大家就会怀疑美国经济是不是看起来强，实际上很虚是不是企业没有那么多的岗位，消费者也不敢那么花钱了。所以这组数据出来以后呢，市场一下子就炸锅了。因为这一系列的变化，让原本看起来稳中偏强的美国经济突然变得没有那么稳了。非农数据本来就不是一次性搞定的，每个月呢都会有修正。但像这次这样连续2个月份大幅下修，而且单月只剩下个位数人数的，确实非常罕见。回顾历史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，非农数据呢也曾经持续高估，后期才大幅下修。2020年疫情初期，数据误差极大，但那是因为采样全面崩溃。而这次呢，不是危机期间，也不是疫情混乱，就是1-2个正常月份，结果数据修正的幅度却超过了25万人，很难不让人怀疑统计模型出了问题，或者说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呢，比大家看到的更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会本能的预期美联储是不是要开始降息了，这就很微妙了。一方面呢，就业数据明显是在走弱的，失业率还在上升，美联储应该考虑降息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美国通胀还是非常顽固的，鲍威尔最近还在反复强调，不能太快的转向宽松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不降息，那美国经济呢可能会继续的滑坡，股市也会承压。但如果贸然降息，通胀可能卷土重来，美元也会被打压。这就是典型的两难不加息怕衰退，一旦降息呢又怕通胀失控。美股这2天的回调，表面上看是对财报的不满，对美联储预期的变化，但更底层的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评估体系的信心动摇。非农就业数据呢，作为最权威的经济数据之一，如果连续出错、频繁修正，那市场还能相信什么呢？现在的市场情绪就是你告诉我就业很强，我就加仓股票。你现在说之前的数据报错了，那我上个月是不是被骗着高位买入了？而非农下修的政策性诱因呢，也可能是市场担忧的核心问题。首先就是关税的冲击，特朗普8月1号开始对多国启动对等关税，包括巴西的关税骤升到50%，造成本土制造业成本飙升，投资外流，岗位流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财政收缩。美国联邦政府连续6个月削减岗位裁员了，比如说美国教育部裁员了1300人，它的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持续的减少。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美国的移民政策驱逐非法劳工，导致美国的农业、建筑业缺口扩大。现在全美农场缺工人150万到200万人，所以呢，这次不只是恐慌，更是一种信任危机。那普通人该怎么看呢？我建议接下来大家关注这2个信号，一个就是接下来的非农数据是否持续下修，如果这种惯性修正持续，就不只是1次2次的误差，而是结构性的偏离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关注美国的失业率的走势是否连续的上升，这比新增就业更能反映整体经济的真实状态。
另外呢，在资产配置上面，如果你持有美股类的资产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建议适当减少高贝塔资产的比重，比如说波动大的科技股啊、成长型的 ETF，增加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的避险资产，比如现金、黄金、短期美债等等。那关于避险资产有哪些？我做了6期的避险资产系列的课程，已经放在思想会当中了，同学们可以去查看。在这里再简单的解释一下，所谓这个贝塔资产呀，就是跟随大盘涨跌波动的资产，行情好的时候它涨得更多，行情不好的时候呢跌得更狠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降低高贝塔的仓位，就是控制回撤、锁住本金比较务实的一种方式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长期配置美股的投资者，我认为啊，没有必要因为2天的下跌就动摇战略的信心。长期来看呢，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的经济体。科技、金融、教育体系的优势，全球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全面取代超越它。而且，只要你还看到最有远见、最有资源的那部分人，依然把核心资产配置在美股，依然要争抢着把子女送去美国接受高等教育，那么它这个市场就依然值得尊重，也值得长期配置。我们可以对短期的走势保持谨慎，但是不必对长期的趋势盲目的恐慌。那接下来呢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就关注这3件大事儿。第一，美联储是在9月份真的降息了，还是继续要观望？第二，未来几个月的数据是否会持续下修？如果它再次被打脸，那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可能会更加严重。第三，美债、黄金、美元这些资产怎么走动？观察这些避险资产的反应，那么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风向标。所以今天美联储不是陷入了困境，而是陷入了信任危机。今天市场不是因为经济差而恐慌，而是因为不知道还能相信谁而恐慌。我是苏涵，下期见。